穿越了，还是这种鬼地方。记忆告诉我，青石部落帮主沈云好吃懒做，3年败光绿洲，部落被黄沙吞没，导致族人饿的饿死，病的病死。大将，这是族里最后一点水了。大将苍燕为护住族人，夺走原主帮主实权，废人成为管家。最后原主跟随部落寻找水源途中体力不支，活活渴死倒地。硬壳封冻水脉，炸开就能出水，我们有救了！不好，那是盐碱地，不能炸！你们这是自杀！一旦炸开，这里马上变成吃人的流沙。北坡狼族随时会踏平我们的领地，是你亲手将我们推上绝路，现在你还要阻拦我们？你是想让族人彻底死绝吗？你要死，别拉我们垫背！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？滚开！宿主你好，生态治理辅助系统小九为您服务。检测到部落毁灭性危机，触发紧急任务。紧急主线任务：阻止炸地，开启盐碱土地改良。任务奖励：肉眼识别盐碱层厚度与地下水位深度。这不巧了吗？上辈子我深耕生态治理，刚好专业对口。你们看，这层硬壳是唯一能固定沙子的屏障，炸开之后，地下水冒出来立马蒸发，盐分越积越多，整片地就废了。所有人都在拼命找水，你却次次阻拦，你还有良心吗？废人，点火！帮主，您让让，别绷着你。沈云，你发什么神经？这是部落最后家底，你非要看着所有人渴死饿死才甘心吗？星硝石含天然养分，专克盐碱，是改土至宝，拿来爆破取水，纯粹是杀鸡取卵，自寻死路。矿石种地，荒唐至极！你就是故意拖延，想害死所有人。沈云，我的耐心有限，所有人重新布置引线。我有不用炸地的活命办法，日落之前引不出活水，不用你们赶，我自己离开，绝不纠缠。大将，我们已经走投无路，不如让他一试，成了我们就有救。要是失败，正好平息全族怨气，稳赚不亏。好，所有人听他安排。日落无水，直接把他扔进荒漠。恭喜宿主拦下危机，成功守住部落唯一宜居地。奖励解锁：肉眼识别盐碱层厚度与地下水位深度。新主线：种植耐旱饲草。任务奖励：手榴弹制作指南。整片荒地的结构和水脉，我全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奖励来得太及时了。这里盐碱层最薄，地下水最浅，顺着斜坡挖渠，渠底铺碎石细沙，过滤泥沙，尽头挖坑放桶，地下水会自然渗出。一半人挖渠，一部分人挑运沙石，剩下的人碾碎星硝石，立刻开工。是活水，真的是活水！活下来了！水解决了，5天浅层改良出嫩芽，15天成熟，时间完全可控。有水只能解一时之急，我向大家保证，5天之内，这片荒地必然冒出嫩芽。哼，饮水是你运气好，盐碱地种粮，痴人说梦。沈云，你引出活水我认，但种地你别自欺欺人。你败坏绿洲，让我们凭什么信你？这块地种不出东西，是地下盐水往上冒。我已经引出活水，再用矿石和浮土改良土质，就能种活庄稼。我只拿结果说话，5天后我会让你们看见嫩芽，如果没有，我照样离开。只要你5天能种出嫩芽，你从前犯下的过错，部落既往不咎。但你若还拿全族人的命当儿戏，我亲手送你上路。一言为定。废人，你带队清理地表硬壳，将星硝石粉混合腐殖土、瘦骨粉兑卤水拌匀。是狼族师傅，他们又来了，快跑！
我说你们近期安分守己，原来是在这块破地瞎折腾。就这种废土，你们也想活？师傅，供期没到，你待人轻饶，欺人太甚。今日通知你们，贡品翻倍，交不出物资，全族贬为狼族奴隶。想要奴役我的族人，先踏过我的尸体。兽是弱肉强食，你们只配做弱者。苍燕，你是很强，可惜你的族人全都是一群窝囊废。欺负弱小算什么强者？我会让青石部落彻底站起来。你一个人人唾弃的罪人拯救部落，笑话！我以此地为赌注，15天之内，在这片盐碱地里培育出可食用粮食。痴心妄想！盐碱地寸草不生，荒漠作物最快也要20天方能出苗。你要是能种出来，贡品我免了。免贡远远不够。如果我栽种成功，狼族不得踏入青石领地半步，不许上门索贡，更不能劫掠部落族人。口气倒是不小。你要是输了，青石部落归顺狼族，任我们摆布，包括部落的土地、物资尽数归狼族所有，永世不得翻身。敢应吗？好，一言为定。若我失败，青石部落任凭狼族拿捏。沈云，你要疯，别拉着全族跳崖！沈云，我还以为你改好了，没想到你还是要害死全族。我从前确实有错，可我现在从未想过拖累你们。这些年，我们步步退让，换来的只有变本加厉的欺压。忍下去就是等死，搏一次，至少还有活路。15天，你要是能让荒土出苗，部落由你执掌。我给你15天时间，时间一到，我来验收。沈云，地表硬岩我们清理了，可土层底下永远反白，荒漠盐碱无解。你现在还有什么可行办法？地表发白只是表象，真正毁地的是地底不断上涌的咸水，盐水往上渗，盐分堆积，把整片地彻底泡死。挖表岩只是治标，想种地必须截住地底盐水。地底暗流藏在土层深处，你打算怎么截住这些盐水？用细粘土分层夯实做反射层，封住土层缝隙，就能锁住盐水上泛。沈云，你搞清楚，地底岩层坚硬无比，我们用普通石镐根本凿不动。这件事单凭我们部落人手做不到，但巨猿天生神力，能破开厚重岩层。我记得你曾经救过后土手下族人，你出面，借这份人情，请他们过来开凿暗渠。有交情不假，但巨猿族性情刚烈，最讨厌替人做苦力。你手上一无所有，拿什么和他们交流？你不用管筹码，只管把他们请来。人，我可以去请，但是沈云，仅凭一点旧情面，空口无凭，就让巨猿出手干重活，你太天真了。真反言了，和我们开光地一模一样。盐水不渗，盐碱不上，你真的把盐碱地的问题压住了？只要你们帮我深挖防射暗渠，排进地下咸水，整片荒漠都能盘活，以后青石巨猿都不用挨饿。这桩买卖，你现在答应吗？是我眼界狭隘，有眼不识泰山。你的治地本事，我后土心服口服。全体巨猿族人听令，今天开始无条件听送沈云调遣，全力开凿防射暗渠。改良土能暂时锁盐，但深层咸水持续渗透，时间一久，渠壁照样反盐腐蚀，沟渠迟早报废。大面积沟渠必须有一层隔水保护商，彻底隔绝咸水，才能长久管用。苍岩，你带族人去刮消石粉末，后土带队去荒漠边缘平整备用土地。检测到宿主肌腱短板，
荒漠深处的熔岩地带盛产天然隔水树枝，是修沟的绝佳材料。但那里是鳞甲杀兽的栖息地，好在它们天生畏强光，能用戈壁胶果引诱现身，方便我们安全采料。合着这荒漠的资源全离不开凶兽是吧？能不能来点不用冒险的？普通泥土、草木灰无法满足大面积防射需求，宿主偷懒无效。我会额外赠送专属通关道具。这反光石是干嘛用的？反光石可汇聚烈日强光，专门克制畏光杀兽，能瞬间压制它的行动，避免凶兽伤人，是本次智取任务的专属底牌。记住，一定要遮挡它的视线才能使用。行，我懂了。主打一个开荒打 BOSS， 还给我提前配好通关宝牌。荒漠深处熔岩地带盛产天然隔水树脂，防水耐盐碱，只要采集到这份树脂，就能彻底解决报废问题。但那片区域是鳞甲杀兽的栖息地，凶兽盘踞，风险极高。鳞甲杀兽嗅觉、听觉极敏，生性凶烈，警惕极强，硬拼一定会死人，风险太大。不硬拼，我们智取。戈壁浆果是人不能食用的野果，但更好是杀兽最爱。我们以胶果为饵，诱它现身，再控兽取材。我和苍岩潜伏布设诱饵，废人带族人准备迷烟。后土，你率巨猿族人守外围，一旦杀兽躁动暴走，立刻用反光石强光压制，护住全队。放心，外围防线我会死死守住。姜角真能引他出来吗？万一失效，我们全员暴露，太冒险了。我摸清他的觅食习惯，我们就在这儿等他出现。他过来了。警惕性太高，怕是察觉到人气了。所有人别动，一动就会被他锁定。他冲过来了，这凶兽爆发力极强，正面根本挡不住。什么时候开始？稳住，听我指挥，准备放烟！烟雾撑不了多久，它越来越暴躁，一旦烟散，我们都会暴露。后土，反光石对准烈日蓄光。就是现在，触发强光！刚才还凶得要命的凶兽，就这么被制服了。不靠蛮力厮杀，只用2招就镇住杀兽，太绝了。他怕的不是我们，是光。这片熔岩地是杀兽巢穴，到处都是乱石暗坑，我们贸然进来采食，万一引来凶兽群，根本跑不掉。熔岩戈壁地形复杂，地热逼人，鳞甲杀兽常年盘踞此地，警惕性极高。我们趁他被强光压制，要不要直接杀了他，杜绝后患？没必要赶尽杀绝，我们要的不是凶兽性命，是这片地貌的天然资源。这是熔岩戈壁独有的特性，此地地热常年蒸腾，岩层含盐量极高，日积月累，岩壁缝隙会自然凝结出一层透明隔水树脂，天然耐盐碱、耐高温，是修渠防射的顶级材料。也正因这片树脂资源滋养地貌，才吸引鳞甲杀兽常年盘踞在此守地。这里是他们的觅食栖息领地，表层树脂长期风化成熟，已经结块松动，轻轻剥离就能完整取下，不破坏岩层，不招惹凶兽。原来如此，杀兽守的是这片资源地，我们只是采集天然树枝，不侵领地，不伤凶兽。聪明。我在荒漠活了这么久，只知道用蛮力说话，今天才算明白，摸清习性，顺势取材，远比硬拼厮杀稳妥100倍。强光压制时效有限，大家抓紧时间。青石族人随我近身采胶，动作轻，下手稳，只刮表层松动树脂，严禁深挖岩层，破坏地貌，避免惊动杀兽。后土你全程盯死凶兽动向，
一旦有异动，立刻告诉我们。这熔岩柱枝看着透亮干净，摸起来黏糊糊的。质地通透，韧性除足，无杂无裂。这批树枝品质完全达标，足够整条沟渠做隔水防受层。小心，它动了！停手吧，材料已经够了，撤。没事，他不是要攻击我们，只是怕光，大家不用慌。赶紧走吧，这地方又吓人，味道又冲，热死我了。粘土一定要铺匀压实，不能留半点缝隙。底层防受做好，再刷树脂隔水，才能彻底锁住地下咸水，杜绝反碱渗水。匀水测试，接入地下咸水，检验效果。成功了！不反盐，岩盐地终于改变了。粘土垫底挡住渗水，树枝封住盐碱，双层防护稳稳当当。这条水渠成了。我们改荒种地的路子才算真正走通了。土地已经脱盐，现在直接下种，均匀撒播，浅土覆盖，水源就近引流浇灌，保证每一块土地都能稳水保肥。从今天开始，这里就是试验田，把所有种子全部下地，我要这片死地开出花来。这些种子藏了这么久，总算能拿出来种在地里，好好生根发芽了。这下真的有盼头了，我们终于能在这片荒地上种出粮食了。之后，他们真的种地播种了。哼，白费力气，盐碱地绝种，不是他们随便折腾就能改的。发芽了，真的发芽了！这要命的盐碱地，居然真的长出苗了！从前这片地寸草不生，你只用短短数日盘活整片荒地。从前你败光绿洲，但如今是你救了整个部落，帮主之位该还给你。位置不重要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守住田地，守住部落。老子挖了一辈子山，头一回见盐碱地出苗，这买卖值！恭喜宿主成功出苗，完成开荒阶段性胜利。解锁奖励：手榴弹制作图纸，新主线触发，抵御狼族夜袭。任务奖励：20里跨谷水局方案。制作材料在哪儿？荒漠北3里废弃矿坑，富含硫磺碳石，可批量取材，是目前唯一以弱守寨的制胜体牌。首领，大事不好！青石部落盐碱地真的出苗了！荒谬！荒漠盐碱无解，他们一群渣子怎么可能？赌约作废，绝不能让青石部落站稳脚跟，扎根荒漠。传令下去，今夜全军出击，踏平青石部落！太安静了，荒漠安静的反常。我们刚刚种出粮，稳住根基，狼族绝不会坐视我们崛起。大将，狼族全员在山谷暗处集结。狼族喜欢夜袭，今夜必定大举来犯。石府铁了心要毁我们生路。种地只能保富，唯有实力才能守住生路。你打算如何御敌？造手榴弹，以弱御强，
守住部落。后土，集结你所有族人，即刻开工，赶制战备。狼族那些人心狠手辣，你打算怎么对付他们？石府这人自大又小心眼，极度信奉荒漠弱肉强食的规则，输了赌约只会恼羞成怒，根本不会认账。苍岩，平时狼族打仗都有什么套路？他们不敢正面硬碰，最擅长偷袭，专挑半夜大家疲惫松懈的时候动手，还能潜伏兜守好几天，摸清我们的防守漏洞再突袭。每次来都是想灭掉我们，抢走所有物资。我们族人战力参差不齐，靠肉身时髦硬拼，肯定会死伤惨重。狼族就靠偷袭和人多欺负人少，那我们就不跟他们蛮力硬碰，设圈套，用利器对付他们，一次性打服他们，让他们知道咱们不好惹。我们好不容易把地种活、水渠修好，刚过上几天安稳日子，转头又要跟狼族拼命。荒没有用，硬碰硬是我们吃亏，但荒漠里有的矿石能做成杀敌的东西，不靠蛮力也能守住营地。想要做手雷，得凑3样东西：星硝石、硫磺、碳石。星硝石我们部落存了不少，可硫磺和碳石只有北边3里那片废弃矿坑才有，别处一点都找不到。那矿坑里面全是碎石头，风沙还大得吓人，普通人进去，要么被落石砸伤，要么被风沙迷了路，根本没法进去挖矿石。我能化龙，黑龙真身扛得住大风和滚落的碎石，进出矿坑一点事没有。挖矿的事交给我，我陪你一块去。好，废人，你留守部落，带领全体族人打磨星硝石粉，储量越多越好，后续批量制作手雷，丝毫不能懈怠。放心，我盯着大家赶工，绝对不耽误。苍岩，动身。坐稳。就是这2样矿石搭配星硝石，星硝石负责炸开，硫磺助燃，碳石稳住威力，3样磨碎混在一起，点燃后爆发力特别猛。他们不是喜欢一窝蜂扎堆吗？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厉害。狼族阵型向来密集，这东西刚好克制他们人海出风，只是制作流程会不会很难？配比技准就不会出错，上手简单，族人都能批量赶制。这批矿石储量足够打他们吗？对付今晚的狼族足够了，赶紧装回去，抓紧做武器。这后土啊，就这些破石头，真能挡住来势汹汹的狼族大军？我实在不敢相信。我在荒漠打了这么多年仗，只知道利爪、时髦杀敌，从没听说矿石能当武器。沈云，你不会是拿我们开玩笑吧？矿石品质我亲手检验过，做出来完全没问题。你们打架靠力气，我们这次靠矿石混合炸开的威力抵挡他们进攻。你们等着看成品，到时候就知道这东西有多管用了。这些破烂石头皮子真能造出你说的那东西？这叫手榴弹。狼族打仗就爱一堆人扎堆往前冲，靠爪子牙齿近身撕咬。咱们人少，硬碰硬死伤肯定重。这3样矿石磨粉掺在一起，点燃会炸开，碎石头四下乱飞，能一次性伤到一大片狼族，直接冲垮他们的冲锋队伍。咱们不用近身拼命就能守住营地。就这么个小东西，看着一点分量都没有，真能扛得住狼族大批人马？我不信。都退后！你们睁大眼睛看好了！捂耳朵！
我的老天爷！这么小个东西，威力居然这么猛！这就是矿石搭配出来的威力，不靠蛮力照样能打退敌人。你站立稳，心思细，有你盯着所有人制作。3种矿石配比一点都不能差，封壳也要严实，配比错了，要么炸不响，还可能在手里提前炸开，伤到自己人。放心，我全程盯着做工，绝不会出半点差错。巨猿族研磨矿石，青石族裁剪兽皮，快！废人，你带一队人去仓库取1半存粮，全部放进石磨磨成细面粉，越细越好，不许偷懒浪费。这是我们过冬的全部粮食，拿来折腾陷阱，一旦拦不住狼族，冬天我们吃什么？这不是浪费，是我们保命的陷阱。干面粉遇火星就燃。后土，面粉磨好后，你带着你的族人均匀铺在试验田外围空地，这里本就是白盐碱地，面粉铺上颜色相似，狼族根本看不出来。我只教一遍，记牢，手紧握住外壳，扯掉引线，扔出去，千万别攥太久，晚了会在手上炸开，伤到自己。他们来了。沈云，不要缩在里面当缩头乌龟，赶紧滚出来！以前人人唾骂你，如今你靠着旁门左术种出几棵小苗，今天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护住这块地。你过去仔细查这块地，看看有没有藏圈套。是，首领。首领，这块地上不是天然盐碱壳，上面铺了一层细干粉，肯定是他们设下的陷阱。全员后撤3丈，分散站位，不许扎堆。糟了，咱们撒面粉的圈套被看出来了，这下彻底没辙了，白忙活一场，圈套被拆穿，我们这下彻底被动了。本来能跑的，非要折腾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，现在反倒把自己坑了。沈云，哈哈哈，我还以为你有什么真本事，拿些粉末故弄玄虚，也敢在我面前耍花样，简直可笑。沈云，躲在人群里不敢露头，我看你的部落就给我吧，我还能免你一死。你身为狼族首领，只会以多欺少，急什么？赌约期限未到，你强行来犯，坏了规矩。师傅，你真是把你们狼族的脸面丢光了。别以为看穿一层面粉陷阱就稳赢了，你还是太小看我们青石部落了。荒漠里强者说了算，所谓约定规矩，只是弱者自我安慰的空话。今天我直接踏平你们部落，杀光你们所有人，让你好好认清荒漠到底是谁说了算。师傅，先别急着说大话，你先低头好好看看你现在站的地方，我可是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点火！师傅，我特意为你准备的这份大礼，还合心意吗？慌什么？区区明火而已，全力冲破火墙，踏平青石部落，给我杀出去！沈云，所有突围缺口全部守住，随时可以动手。给我往死里打！谁敢擅自后退当逃兵，我当场斩杀！所有人给我往前冲，踏平青石部落！继续炸，把他们全部炸飞！赢了！我们真的打赢狼族了！真不敢相信，就靠这点矿石面粉，居然把横行花漠的狼族给打崩了。沈云，我这辈子谁都不服，就服你。
沈云，别急着动手，你这人就是太莽撞，只会一股脑往前冲，从来不看脚下情况，纯属脑子不动。凭一块破石头就想唬住我，简直可笑！沈云，拿命来！沈云，你给我记着，今日那份耻辱，我狼族日后必定千倍百倍奉还。我们撤！叮！恭喜宿主成功击退狼族大军，圆满完成首寨主线任务。宿主，本次奖励你想好之后可随时提取。新主线任务已发布，打通荒漠唯一活水水源。任务终极奖励，专属高阶图纸1张。小九的奖励向来贴合实际，首寨给战备图纸，安稳后解锁发展资源，每一项都能切实助力部落持续壮大。我暂时不领取奖励，后续规划好用处再取用。收到，宿主可随时调取奖励。恭喜宿主守护部落成功。刚才狼族赤袭明明看穿了咱们的面粉陷阱，我们所有人都以为我们快完了，怎么最后他们还是掉进圈套惨败了？师傅生性多疑，做事谨慎，他手下的赤豪观察力极强，咱们表层铺的这些面粉陷阱，大概率会被一眼识破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这陷阱要是被看穿，今晚的仗就难打了。咱们真正的杀招设在3丈外的空地，那里盐碱底色更白，铺上面粉完全看不出痕迹，故意让他们看穿表层陷阱，心生轻敌之意。等他们放松警惕，2次冲锋时，正好踏入我们提前布好的死局。我懂了，明面的陷阱是用来迷惑他们的幌子。所有局迷都在你的算计之中。沈云，你实在太厉害了。以前是我们愚昧短视，一直误解质疑你，处处添乱。是你不计前嫌，凭一己之力保住了整个部落。从今往后，我巨源一族全员听令，唯沈云你马首是瞻，绝不违逆。你改良荒地，培育青苗，布防御敌，凭一己之力逆转死局，救下所有族人，盘活部落生机。部落帮属之位本就该归你，今日我正式交还所有权位。虚名权位从来不是我想要的，人心所向，部落安稳才是最主要的。往后你执掌战力，镇守四方，护全族人平安。我负责基建开荒，深耕发展，谋划部落长远未来。你我并肩共守青石，共兴部落，如何？好。沈云，不对劲儿，前几天水渠水量还特别充足，怎么才过几天，田里的地下水、渠水全都变少了？再这么干下去，刚长出来的青苗肯定扛不住。沈云，出大事了，田里快要干死了，渠水几乎枯竭，田地全都开裂了，再不想办法补水，咱们好不容易种出来的青苗全得旱死。不是田地自己缺水，是这段时间持续高温暴晒，浅层地下水取水蒸发速度太快，存不住水。这只是开始，要是再暴晒几天，整片青苗都会枯死。咱们之前改土开荒布渠的功夫，全都会白费。部落刚打完胜仗安稳下来，偏偏又遇上干旱缺水，祸事接连不断。你看水渠的水位，现在只剩浅浅一层，咱们之前靠浅层地下水勉强够用，但现在开垦的田地越来越多，再加上高温持续蒸发，原有水源完全供不上消耗。按照这个消耗速度，不出10天，整片田地的青苗会全部缺水枯死。那我们只能干看着吗？那片深山山谷里，藏着整片荒漠唯一的活水源头，水量极其充沛，完全够支撑我们整片田地灌溉，还能继续拓荒扩地。我们只要修渠引水，就能彻底解决干旱难题。还好小九解锁的透视能力能看穿土层水脉，
不然在这茫茫荒漠里根本找不到隐藏的活水源头。那片山谷我知道，是整片荒漠唯一的活水核心，那里有充足的水源不假。早年部落极度缺水，我们也打过引水的主意，好几次派人过去，全都被驻守山谷的水螅族直接赶了回来，根本靠近不了。这个水螅族很难对付。这个族群极其特殊，你千万不要主动招惹。水螅族人擅长用毒，连皮肉都含剧毒，被挨一下，轻则皮肉溃烂，重则直接丢命。他们死守水源，熟悉山谷每一处地形，从不正面硬刚，只擅长暗处偷袭，防不胜防。荒漠所有部族都心知肚明，能不碰水螅族就绝不结怨，硬闯山谷就是自寻死路。我们想要大规模拓荒，养活全族，甚至站稳荒漠，壮大青石部落，就必须拿下这处稳定活水源头。水螅族这一关，我们绕不开，也绝对不能绕。可水螅族蛮横排外，死守水源，不肯与人交流，硬打我们讨不到好处，主动商谈他们也绝不会松口，根本没有突破口。别只会想着靠硬打解决问题，蛮力厮杀是最笨的。想要跟他们谈成事，就得拿好处拿捏对方，先摸清他们缺什么，想要什么，再对症下药，这才是唯一的破局方法。这群水螅看得也太紧了，一点外人都不让靠近。我们部落人快要渴死了，只求分一点点水活命。这整片山谷的水全归我们，外人一滴都别想碰，就算渴死也跟我们没关系。赶紧滚！再纠缠，我们直接动手了。他们靠着水源拿捏所有部落，跟狼族一样蛮横，只看重物资和实力。之前不少部落上门求情，全都被他们的毒伤到，从来没人谈成取水的事。他们手里有毒，硬打我们吃亏，好好商量又不理人，难道咱们田里的青苗只能等着干死？要是硬闯山谷，咱们肯定会有族人受伤丧命，水未必能拿到，还会彻底和水螅族结死仇。以后更别想靠近水源。一上来就打架是最笨的做法，白白死人还解决不了问题。后土，你留在石头堆后面藏好，别露面。我和苍燕上前跟他们搭话，摸清他们到底想要什么。两位通融一下，我们部落只是缺灌溉的活水，愿意送上兽皮、鲜肉孝敬你们，绝不踏入山谷内部。滚开！水源不是你们能惦记的，再往前一步，我们就放毒。只要肯分我们一点水，任何条件我们都能答应。哼，皮毛息肉各个部落都送，我们早就看腻了。想取水，就得拿出别处找不到的稀罕物件。看你们这身穷打扮，也拿不出什么好东西，趁早离开，别在这儿碍事。再赖在这里不走，我们直接下杀手。这下彻底卡住了，还有别的办法吗？直接上门谈判行不通，咱们先回部落，重新想别的对策。这吃食也太香了，口感软糯，味道独特，绝了！沈云，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食物？这味道我们从来没吃过。既然大家都觉得好吃，我现在就跟你们说一下完整的饮水计划。这张图纸上，我把山谷地形、开沟路线全部标注清楚了，哪里开路，哪里挖渠，一目了然。水螅死守的核心是山谷中间的主河道。我们规划的沟渠全程绕开他们的主营地，
只引流侧边无人看管的支流活水。施工时再铺2层防射粘土，稳固渠体，锁住水源，不会抢夺他们的主干水源。道理是没错，可水系向来蛮横自私，整条山沟的水源都被他们视作私有，不分主干支流。就算我们只引支流，他们大概率也会上门找茬阻拦。这点我早已考虑到，我们有理有筹码，根本不用怕他们。第一，这条支流本就不属于他们的，真起争执，道理永远在我们这边。第二，水系族群想要独有的特色，刚才大家品尝的食物就是我准备好的筹码。原来是这样，有理有据，还有筹码，这下完全不用怕水系。我立刻召集族人，带上工具，去山谷周围准备动工。先别急着带人冲过去开工，咱们先低调动工。要是水系过来阻拦，我再拿出东西和他们谈判。你们这群外来部族，谁允许在这片山沟挖渠取水的？我们只取用山谷支流多余活水，没有碰你们主硬的主水源，合情合理。哼，整条山谷里所有水流全都归我们水系一族，不分干流支流，外人一滴水都别想私自动手挖渠，私自挖水就是和我们为敌，赶紧带着人离开。他们把谷口完全封锁，所有人身上都带剧毒，地形又对他们有利，咱们硬拼肯定吃亏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自乱阵脚，安静等着，沈云马上就到，交给他处理。站住别动，桶里装的是什么？这股香味我从来没闻过。你们尽管过来瞧，这是我们青石部落独有的凉面，整片荒漠别处都做不出来，管饱还好吃。特地拎吃食过来，里面不会藏什么陷阱算计我们吧？我们没半点害人的心思，今天纯粹来跟你们做长久买卖。上次我们带兽皮鲜肉来求水，你们看不上，直接把我们赶走。现在这凉面刚好是你们之前说的稀罕物件，我们只在外围支流挖水沟，绝不碰你们核心水源，也不踏入你们主营地半步。哼，就算吃食少见，水源是我们全族活下去的根本，凭什么分流水给外人？不是只送这一次，只要允许我们正常挖渠运水，往后我们部落常年定期送独一份吃食、手工物品过来，两边长期互换物资，对咱们双方都划算。可如果你们执意拦死我们，我们就联合所有被你们压榨过小部族，以后没人再给你们进贡任何东西。你们族人只会控水、释放毒素，不会种地打铁。一到寒冬缺少粮食气序，全族日子会很难熬。区区青石部落也敢拿物资要挟我？再跟我谈条件，今天你们所有人都别想走出山谷。首领千万别冲动，咱们只会守水制毒，粮食农具全都靠其他部落进贡。一旦所有部族断了供给，寒冬咱们撑不住，得不偿失。这香味也太香了，活这么大从没闻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行，硬碰硬对谁都没好处，我允许你们动工挖沟，但3条规矩必须遵守。第一，沟渠只能修在山谷外围支流。第二，每日取水量由我们管控，不许私自拓宽水沟。第三，承诺的吃食物资必须按时送来，缺一次立刻断绝水源。没问题，就按你说的来。成交。还是沈云有本事，硬碰硬解决不了的难题，靠物资交换几句话就谈妥了。大家抓紧干活，水沟越早完工，田里青苗就不怕干旱，往后年年都能稳定产粮，我们就有足够的食物。大家干活别只求速度，渠壁一定要修笔直，渠底必须反复砸实夯牢，这是咱们唯一一条云水通道，半点差错都不能有。
总算熬出头了。咱们硬生生把水沟从山谷挖到试验田，活水彻底通上了。以后新开的地再也不愁缺水了。之前一直被水溪卡着水源，生怕忙活一场白费功夫。现在水沟通了，开荒种地总算稳当了。还是帮主安排妥当，分工阵得清清楚楚。靠我们自己根本挖不出这么整齐好用的水沟。水沟刚修好，根基还不稳，荒漠天气变化快，大家多盯着沟渠，一旦开裂漏水，立刻上报。放心，沟底沟壁我们反复夯实，还铺了隔水粘土，绝对不会出问题。今天太阳也太反常，上午还好好的，这会儿晒得脚踩地上都发烫。泥土干得太快，才半天功夫就硬得抠不动。吵吵嚷嚷干什么？睡觉都睡不好。昨天这田地还是湿润的，怎么一夜就干成这样？不是水渠没水，是日照太强，表层泥土水分蒸发速度远超预估，渠里的水流根本渗不到庄稼根部。照这个趋势，咱们耗费人力挖出来的水渠等于白费，有水也救不了田里青苗。这下彻底没救了。我们拼尽全力挖通水渠，就遇上这种毒辣大太阳，几天土地直接烤干，老天根本不给我们活路。别站着发呆，所有人拿木桶木盆去上游水渠打水，来回浇灌青苗，先保住苗子。动作快点！来回跑10几趟，胳膊都抬酸了，一点水都留不住。再这么干下去，人先累垮，青苗照样救不下来。往地里浇多少水都瞬间蒸干，再怎么忙活都是白费。沈云，人工浇水根本没用，我们所有人从天亮忙到现在，浇水速度赶不上蒸发速度。听我一句劝，干脆放弃这片新开的地，退回之前那一小块绿洲守着。这片荒地日照太强，不是我们能种的，再耗下去族人白白受累，最后一颗粮食都收不到，得不偿失啊！管家说的没错，水渠修得再好，也扛不住天天暴晒。硬撑只是白白吃苦，看不到一点收成。丁，检测到宿主遇荒漠高温灌溉难题，宿主水利桶车完整制作图纸已自动发放至宿主背包，可随时提取。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我实在想不出办法，单靠人工挑水根本扛不住暴晒，你还有别的法子吗？还有救。天气我们没法改变，但浇水的方式我们可以彻底换掉。除了人工一桶一桶挑水，我们现在没有别的运水工具，怎么提升效率？一直靠人力搬运又慢又耗体力，我已经摸清问题根源，想出来一套省力、运水更快的办法。一堆木头架子，底下装轮子，边上挂满木桶，这是啥物件？难不成还要推着木桶运水？能省多少力气？这叫运水大车，不用大家一趟趟来回徒步挑水，木头轮子推着走省力，一车装的水量抵得上10几个人来回挑一整天。从没见过木头轮子还能省力的东西。水渠流水太慢，咱们把水整车拉到干裂最严重的地块浇灌，水不会刚落地就被太阳烤干。道理说得通，可山里硬木存量不多，田里青苗耗不起时间等。全员进山搜寻硬木，凑出好几台车子的木料完全够用。现在所有人进山收集结实硬木。木头做的车装满水，会不会推2步直接散架，白白浪费功夫？这几天干活本就浑身酸痛，再进山搬木头实在扛不住，守着不动，粮食只会全部干死，不如拼一把。所有人立刻进山，收集木料，赶制运水车。中间承重滚轴一定要做粗，两边木桶平均分绑，推车才不会侧翻。几根木头拼在一起，居然能代替我们来回挑水。这车做的这么宽大，装满清水，真能推着下地浇地。
这车看着扎实，轮子推起来这么顺滑，这下我们有救了！真的能用，一台车抵10几个人运水，我们再也不用顶着烈日来回挑水受罪了。一个人就能推动整车运水，人力不够、浇水慢的难题彻底解决了。沈云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体力透支，低血糖犯了。哪里受伤了吗？没有伤病，就是连日操劳，累脱力了。大家这几天全都劳累过度，现在浇水的难题解决，正好歇一歇。我煮一锅凉面，给大家解暑补力气。恭喜宿主保全整片拓荒田地，打通荒漠活水主线任务完成。宿主想要什么奖励，我都可以满足。暂时没想好图纸，你那里有没有绿豆？天太热，我都快中暑了。检测到宿主身体状态，解暑绿豆即刻发放。小九简直什么都有。下一个主线任务什么时候出发？新任务会随机出现，宿主近期多留意周边动静，提前做好应对准备。这小圆豆子叫绿豆，我从没见过，闻着清甜好闻。专门解盛夏燥热，大家连日顶着烈日挖渠浇地，又累又闷，喝这个能舒缓身体。先喝汤再吃面，饱腹又解暑。简简单单的食材，竟做得这么舒服，你想的实在周到。什么东西这么香？老远都闻见了。怎么了？有急事？地里庄稼越长越好，但我发现一个大麻烦。眼下正是噬土虫爆发的时节，这种虫子繁殖速度极快，白天全藏土层底下，夜里成群钻出来啃青苗嫩根，整片地都会被布空。帮主不好，大片青苗叶子全是洞。全是噬土虫搞出来的，土层都被蛀空了。我们连续好几晚轮流守田抓虫，可虫子藏得深，数量又多，夜里大批量钻出来，怎么拦都拦不住，粮食迟早被啃光。族人日夜轮流守田，人工驱虫护根，可噬土虫数量实在太多，再这么耗下去，良田会彻底废掉，所有人也会累垮。光靠人手诸簸只能暂时缓解，没法从根源消灭虫害。噬土虫昼伏夜出，繁殖飞快，纯人力驱虫治标不治本。我们必须换一套全新办法。不靠人力，我们还有什么法子？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粮食被虫子啃完。不用专门开山采矿，部落平时剩下的边角料就够用，能解决虫灾。沈云，你不会是要拿这些破烂东西来对付地里虫害吧？别小看这些材料，我做出来的东西是19、20世纪的新式工具。你在说什么糊涂话？后土刚带人清理完枯苗，正准备下地守虫。大家先停下手里的活儿。不驱虫，地里青苗全要被虫子啃烂。沈云，你拿一堆废料做什么？你们只会靠蛮力硬熬，这些不起眼的材料能比人工捉虫高效100倍。就这点破东西，比我们所有人下地抓虫还有用？所有人停下手里的活，跟我来。从今往后，不用再靠人力熬夜驱虫。骨片轻便，韧性够强，用来做器械的主体框架，受精弹力足，拿来当储能传动的部件。矿片耐晒又抗风沙，最合适做外层机翼面。单用星消石和气旋动力，推力还是差一截，根本达不到飞行标准。检测到宿主自制器械动力存在短把，北坡狼族外围遗留上古飞行器涡轮配件，可完美适配当前器械，补足核心动力。刚好缺核心动力件，有了涡轮，推力问题就能彻底解决。小九这次来的正好，顺便给我解锁飞机完整图纸。收到，即刻为宿主升上飞行器完整图纸。能为宿主服务是我的本职。
后土，跟我去一趟北坡取材。北坡可是狼族的外围地盘，咱们跑过去干什么？太冒险了。去取能撑起整台器械的核心零件，缺一不可。这东西太怪了，看着就邪门。荒漠埋的远古物件，十有八九都是爆炸杀器，我们千万别碰。一旦搬动触发器官，不光我们俩没命，整个部落都要被连累。沈云，你干嘛？你别被外形唬住了，这是上古遗留的涡轮动力组件，只有储能结构，没有引爆装置，完全不会炸。我之前器械推力不足，就是缺它。有了这个核心件，我造的东西才能真正成型，必须搬回去。苍燕，过来搭把手。苍岩，把备好的碳石拿过来。还要用炭火加热，温度一高，万一把整件器械引爆，我们谁都跑不掉。放心，碳石只是用来辅助增压、提升动力，不会爆炸，很安全。两侧还装了翅膀，难不成这东西真能飞上天？没错，它能飞。后土，你去把我们搬回来的涡轮拿来组装到洞口里面。废人，继续将黑炭扔进去。我说过，这东西不会爆炸。大家看好了，这可不是普通的荒漠造物，这可是想都不敢想的高科技设备。它叫飞机，最大的作用就是能载人飞向空中，突破人力的地面局限。不仅如此，它可以低空定点喷洒驱虫药剂，还能搭载物资，投放防御手雷。不管是农田防呆，还是部落御敌，都能起到关键作用。我活了这么多年，见过无数飞鸟走兽，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这么怪异的鸟。这东西真的能飞起来？这不是鸟，是飞机。沈云，就靠它能彻底解决虫灾。接下来就让你们亲眼见识一下什么叫高科技，都睁大眼睛看好了。这大鸟不动啊！这动静太吓人了，风力这么狂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东西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所有系统全部启动！启动！启动！飞上天的感觉真爽！你突然画龙根来，是田间有突发变故吗？无事，护你。咱们全族没日没夜守在田里捉虫驱虫，结果这东西天上飞一圈的功夫，就把折腾我们这么久的虫灾给治住了，实在太不可思议了。这根本不是人力能比的力量。大家记好，这台器械名叫飞机。今天低空巡田喷雾除虫，只是它最基础的功能，它真正的用处远不止护田驱虫这么简单。你怎么，大女主剧看呆了？我这新做的机子，效果是不是远超所有人的预料？你真是次次都能给部落惊喜。虫灾闹得人心惶惶，所有人都束手无策。你一台机子飞一圈，直接把死局盘活了。不然呢？靠双手硬抠虫子，抠到冬天都治不完。科技就是用来省事儿的。有你在，部落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往后我只管守好你，守好这片玉州就行。谁要是敢来捣乱，我直接拦死。你现在倒是彻底摆烂放权，专职当我的护卫了。搞建设定布局我不如你，打架守疆防隐患你不如我，我保护你，你带部落变强，这是最好的搭配。飞天器械全域灭虫，荒地复苏，这么大的动静，周边所有部落，包括异族，肯定能感知到。我怕咱们风头太凶，引来旁人觊觎，到时候麻烦会源源不断。
我就是要让他们感受到大动静。你就不怕招人眼红来犯吗？治标要治本。荒漠部落之所以常年混战，互相掠夺，根本原因就是缺粮、缺地、缺活路。以前我们藏着掖着，低调发育，别人照样会来抢来犯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咱们良田问产，虫灾冤除，手里有充足的粮食储备。我就是要借这次天大的动静，高调亮出我们的优势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的计划很简单，用粮食吸引流民，给所有人安稳生活。周边小部族缺衣少食，我们敞开接纳，分配土地、住处，让他们能踏实过日子。等到人手越来越多，民心全部归向我们，整片荒漠的格局自然会慢慢归我们掌控。靠武力防守只能挡一时，靠人心收拢才能彻底根治隐患。看来你早就想好后手了，难怪你敢闹这么大，原来是打算顺势收拢荒漠人心。不然你以为我拉着你们白费力气造机子灭虫？这只是第一步。首领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荒漠里从来没有这么大的飞鸟，而且这东西一动不动，看着根本不像活物。青石部落发展的太过诡异，以前寸草不生的盐碱地，如今全是庄稼，还造出这种能升空的怪异器械。刚才整片荒漠的轰鸣震动，就是他发出来的。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拥有这种本事的？这东西能飞，若是用来打仗，岂不是无人能挡？首领，青石部落粮食堆得到处都是，田里还有大片成熟的粮食，还有那架巨型飞行器就停在田边空地。原本打算独自下山查清那架巨型飞行器的底细，如今看他们全都忙着收粮囤货，正好无详防备，倒是省事许多。荒漠里粮食就是活命的根本，咱们趁现在动手，能把这批粮食全部带走，万万不可。弱肉强食只是蛮荒老规矩，青石部落能把寸草不生的盐碱地改成良田，还造出能升空的器械，实力绝非普通小门族可比。贸然抢粮只会两败俱伤。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我独自下山抹清那台飞行器的底细，你们留在高空原地等候，等我回来再商议后续安排。帮主，出大事了！最近连日闷热无风，荒漠往年一出现这种天气，马上就会爆发大规模沙尘暴。今年收成比预想多太多，粮仓完全不够用，新仓库还没来得及搭建，田里麦子没收，晒场上的粮食也没办法转移。沙尘暴一过来，露天的粮食、地里青苗全都会被黄沙埋干净。就算我们连夜所有人抢收粮食，也没有地方存放。风沙一旦袭来，咱们辛苦改良的土地、修好的水渠、新开的田地全部白费，沙尘暴根本挡不住。风沙这种天灾年年都会来，躲是躲不掉。荒漠年年良田被黄沙吞噬，根源就是没有成片固沙草木，也没有防风工事，一直被动抢险，我们永远被天气拿捏。那我们该怎么应对？既然躲不开，不如主动根治。趁着沙尘暴来临之前，直接启动大型治沙固土工程，从根源改造荒漠地貌，往后不用年年防备风沙，熬夜守粮食。帮主，您不是说笑吧？旁边就是大片沙漠，开荒已经耗光所有人力气，治沙工程量翻倍，咱们部落这点人手根本撑不下来。周边小部族流民全都怕风沙，嫌治沙辛苦，没人愿意干这种苦差事，只靠我们自己，工程根本推进不完。人手不足，我们就向外招人。今年粮食大丰收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筹码。宿主，全新主线任务已解锁，请开启全域荒漠治沙工程。飞人，你立刻去统计部落全部劳动力，登记所有青壮年能劳作的族人，算出我们治沙工程还差多少人手。帮主，咱们手里粮食是够多了，可我这几日清点治沙的人手，心里实在压得慌。你说的治沙要修沙站、铺草开荒，样样都要大量人手，咱们部落老弱加青壮年全部上阵，都撑不完一半工期。荒漠深处散落不少流民小部落，他们地里全是盐碱，一年到头颗粒无收，家家户户断粮许久。我派人打探过，那些人饿得走不动路，却不敢靠近咱们部落，生怕我们和狼一样欺压奴役外人。眼下治沙的法子、固沙草木、防风建材，我全都规划好了，技术上没有一点难题。唯一卡死我们的就是人手不足，只靠自己人埋头苦干，大片沙地改良不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。一旦秋冬大风沙席卷而来，刚开垦的房田水渠全都会被黄沙掩埋。可那些流民、周边部落的全都怕风沙苦活，总不能强行把人抓来干活吧？那我们不就和狼族一样了吗？强行让他们帮忙只会结仇，我们绝对不能逼迫任何人。我们现在手里有最大的底牌，就是满仓粮。荒漠所有人都清楚，
粮食是活下去的根本。咱们敞开告示，凡是愿意前来参与固沙、搭建防风工事的流民与部落，每日足额分发粮食，管饱3餐，还能分配小块改良荒地自行耕种。这么好的条件，那些人真敢主动过来？他们之前还躲着我们。他们怕的是无偿苦力，随便打骂，不是安稳活路。以往所有部落只会掠夺物资，没人愿意拿出粮食接济底层流民。如今我们拿粮食换劳力，不用我们四处招揽，缺粮的人闻着麦香就会主动找来，人手短缺的难题直接解决。我马上安排人手，荒漠几条必经路口立告示木牌，外围暗处布置值守族人。有心抢粮的歹人不用留情，真心务工换粮食的流民直接带到谷场登记。那边粮食堆得满山都是，咱们村落盐碱地绝收，再找不到吃食，老小熬不过这个风沙季，不如趁夜里悄悄摸进去偷一点粮食。青石部落有黑龙，还有能飞天的巨型大鸟，之前狼族那么多人马都打输了，我们进去怕是有去无回。你们想去青石部落偷粮食？你跟着我们，分明也是冲着青石部落粮食来的，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我确实要进青石领地，目的是查清那架巨型飞行飞器，不会和你们抢粮食。你们带我混进营地，摸清地形，我护着你们安全取粮，大家各取所需。你们要是不敢跟我走，今晚只能饿死在荒漠。赌一把跟我进去，至少能拿到粮食活下去。好，我们跟你走，只要能拿到粮食，听你安排。沈云，有3道人影悄悄摸进来了。先放他们进来。我看得清清楚楚，2个流民身法灵活，极善逃窜，还有1名凤凰族顶尖强者凤一。如果放任他们靠近粮仓，动手抢粮突围，我们未必能拦住。越是有恃无恐，越容易栽跟头。他们仗着身法快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既然这么自信，我就一锅端。我还以为防守有多厉害，原来就这点小把戏。不过如此嘛。哼，我们在荒漠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论跑路没人比我们快。青石部落的人笨得很，只要我们抢上2袋粮食，眨眼就能窜没影，谁能拦得住我们？别说了，动手！他们已经彻底放松警惕，一心抢粮，准备突围。凤一也专注探查器械，无心防备。时机刚好，动手吗？谁在暗处？你们故意放开防线，引我们自投罗网。放开我们！这网用岩磷树胶浸泡兽心制成，你们挣扎越剧烈，网收缩得越紧。好计策，不过一点小手段而已。猎手靠计谋，猎物只会盲目冲动。你们擅自闯入粮仓拿粮，也不去前台扫个码。还有你，盯着飞行器看这么久，看得震撼吗？荒漠本就弱肉强食，如今我们技不如人，任凭处置。刀在你手上，要杀我们随你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你们的命了？你们可是我需要的劳动力。我们擅闯领地拿粮食，你不杀我们，那你想干嘛？先吃，填饱肚子再说别的。天下没有免费的东西，荒原所有部落要么掠夺，要么奴役，我们绝不留下来当你们的苦力。我们宁愿回荒漠挨饿，也不愿意留在别人手下卖命干活。我跟你们做个公平交易，
你们认真听完，再决定要不要答应。荒漠里的套路我们见多了，先给你一口吃的稳住人，转头就抓你当苦力，累垮了直接扔。你说不压榨不欺负人，谁信啊？空口说白话谁不会？这些木板上写的就是所有干活的规矩，字字算数，绝不骗人，绝不临时改规则。只要你们愿意留下来帮我们治沙，部落免费给地方住，不用再躲沙洞风餐露宿，1天3顿饭管饱，粮食随便吃，再也不用到处偷粮讨饭活命。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你是不是想让我们去风沙地里拼命，往死里使唤我们？你们干的活就3样：给沙地固沙、种草、搭防风挡沙的屏障，再清理地里碎石垃圾。每天干活时间固定，到点就休息，这可是朝9晚6的工作。除了管3餐，每个月还额外发粮食当工资，自己存着带回家给老人小孩都行。干活勤快，肯吃苦，愿意多干重活的，每个月还多给1成粮食奖励。等这片荒漠改造成良田，一直踏实干活的人还能分到属于自己的地，这买卖很划算。从风沙要来之前，你就打算收留流民，顺便治理整片沙地。不然呢？看来你不算笨。与其每年等风沙毁田毁粮食到处逃命，不如我们主动改这片荒地。我们部落最不缺的就是粮食和科技，唯独缺人手。我用粮食换劳力，真心对待每个人，绝不强迫，也绝不欺负谁。我们在荒漠流浪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哪个部落管我们温饱，更别说分地，这条件真的太难得。你真的不会中途扣我们粮食，不会拿我们当挡风沙的炮灰？我们也是一点点开荒种地吃苦才攒下的粮食，最懂干活人的辛苦，绝不会亏待踏实做事的人。要是我们哪天不守规矩欺负你们，你们直接带着登月粮食走人，我们绝不拦着。比起天天在荒漠挨饿流浪，我们愿意签规矩，带着所有人加入你们，帮你们治沙干活。你心思细，眼界高，一直好奇我们的飞天器械和治沙技术，但光靠看是学不会的。你要是愿意正式加入部落，跟着我们一起做事，我所有的开荒、治沙、器械知识，全都可以慢慢教你。我凤一愿正式加入青石部落，听从安排。沈云首领，我们干活换粮食就够了，怎么还专门给我们准备这么多工具？以前你们流浪荒漠，徒手干活，硬扛风沙，又累又受罪，而这些都是专门做的轻量化工具，沙地干活不费力，铺草、固沙、清碎石效率高很多。荒漠白天暴晒，闷热无风，干活容易中暑，将这风扇戴脖子上，一直吹风，不仅能降温散热，还能避免口鼻吃沙，干活就会舒服很多。我不只给你们好用的工具、降温装备，还要给你们正名分、立规矩、建正规队伍。从今天起，你们不再是没人管、四处流浪的流民。这支专门治沙固土、种草复绿、改造荒漠的队伍，今天正式定名为青沙治沙团。这面图腾旗就是我们队伍的招牌和底气。我把3条队规讲清楚，所有人记牢。第一，大家的工作就是固沙铺草、修整沙地、搭建防风沙障，踏实做事。第二，部落绝不欺压、不剥削，凭力气换饭吃，凭勤快拿粮食奖励。第三，守规矩，不偷懒、不偷盗、不惹事，光明正大的当治沙团成员。荒漠沙子松，风一吹就跑，我们用干草横竖压成方格，一格锁一片沙，慢慢锁住整片荒地。只要踏实干下去，黄沙地也能变成良田，变成能安稳过日子的家园。我们绝对好好干，绝不丢青沙治沙组的脸面。你改造的不只是沙地，是整片荒原的命运，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活路。荒漠满是黄沙，唯独这面图腾旗醒目正气，一看就知道是我们青石部落的队伍。以后这面青石图腾旗就是荒原最硬的底气，谁招惹我们治沙团，就是跟整个青石部落作对。很好，全员状态不错，所有人今晚休息好，明天准备上工。废人，东西。哎，来了。帮主，这桶看着和咱们装水的木桶完全不一样，外头滑溜溜的，是做什么用的？这是真空保温桶，锻造时掺星硝加固桶壁，中间偷空做真空隔热层，外头再封一层耐风沙金属。我们在外巡沙跑1天，就算大太阳晒、大风沙吹，桶里吃食也不会凉。
现在西边整片部族田地全盐碱绝收，家家户户断粮，不少流民被逼的只能铤而走险抢物资。凤一，你带2队巡杀人员出发，每居民分2只保温桶装满热食，碰到逃难流民，先分吃食稳住情绪，再讲务工规矩。愿意加入青沙治沙团的，统一带回部落登记安置，不靠武力镇压，用温饱收拢人心。这法子远比厮杀稳妥。西边戈壁散落不少狼族残哨，路上2队人结伴同行，切莫单独行动，遇到异动，立刻回车报信。地里颗粒无收，存粮早发光，再熬2-3天，老小都撑不住。守着这块绝地，早晚饿死。不如集结所有人去青石绿洲抢粮食活命。你们都给我冷静！我们不是来对峙的，是帮主特意吩咐带热食分给挨饿的乡亲，分文不取。荒漠里但凡带吃食出行，都是有图谋的。平白送我们热食，你们想要拿我们换什么？我们部落缺开荒人手，只要愿意加入治沙团，每日3餐管饱，按月发放粮食工钱，踏实劳作半年，还能分到改良良田。没有奴役，干多少活拿多少口粮。先尝尝，这批吃食不用你们拿物资换，纯粹给你们的。荒滩上跑断腿都摸不到一口热食，今天算是活见着新鲜东西了。要是天天能有热饭，就算干重活我也愿意。天底下没有免费的食物，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我们是等价交换，青沙治沙团缺开光固沙的人手，你们每日跟着整整沙地，铺设草方格，一日3餐管饱，每月定量发存粮，勤恳干活满半年，直接分一块改原好的实地给各家耕种。我们一无所有，只剩一身力气，你就不怕拖累你们吗？靠劳力换温饱，不压榨，不奴役，干多少活领多少口粮，老弱孩童不用干重活，部落也统一分吃食。我们困在这片盐碱荒滩熬了数年，被逼到只能靠抢夺活命，从来没有部族愿意分给我们一口粮一块地。如今有正经活路，没人想再打打杀杀，愿意跟着青石一族踏实开荒安稳度日的，现在举手登记，我们一同走。荒漠历来只讲弱肉强食，所有人都靠掠夺生存，沈云却拿温饱收拢人心，算是彻底换了一种活法。帮主，今日凤仪带队收拢流民合计19720人，青壮年12000余人，剩余全是老人和儿童，全部登记在册。这批人常年在荒漠求生，耐得住风沙，正好补齐了我们治沙工程的人力缺口。荒漠里这些部族打打杀杀，抢来抢去，说到底就是没吃的。现在咱们人手彻底够了，全域治沙开荒就能全面铺开。用不了多久，这片满是尘沙的荒漠，全都能变成能种粮食的好田地和绿洲。帮主，如今绿洲粮草要大丰收，我们再也不用为吃穿发愁了。沈云，你用这么简单的食物就拉来了这么多人力。叮！检测宿主成功化解荒漠沙尘危机，完成全域固沙保绿任务，部族彻底脱离生存危机。奖励城市建造构建指南，已自动存入宿主知识柜。这份构建指南包含荒漠专属的防风基建、清洁能源搭建全套方案，全部涵盖适配荒漠极端环境的城建工艺、能源铺设、工坊搭建、宜居布局，所有实操细节全部解锁，可直接落地施工。有了这套指南，我们就不再局限于治沙保命，真正拥有在荒漠扎根建成的底气了。所有人停下手中的工作，我要宣布一件大事。我们守着这片好不容易养出来的绿洲，手握充足粮草和大批人力，不能一辈子困在小小部落里。接下来，我要带着大家在荒漠里建一座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城。荒漠这地方常年刮大风起黄沙，从古至今只有零散部落，哪有人能在这种地方建成啊？现在能吃饱穿暖，不用逃难挨饿，已经是天大的好事了。建成实在太冒险了。安静！我知道大家怕风沙毁了一切，我这套建成办法就是专门防沙漠大风黄沙的。外围修结实的挡风墙，全境装太阳能发电，再分开建干活的工房、住人的新房。以后大家不用挤漏风漏沙的草棚种田干活，过日子都安稳。绿洲如今根基稳固，万事俱备，
我也早就迫不及待了。我们相信帮主，我们相信帮主，我们相信帮主，相信帮主。天天搞基建太累了，煮杯奶茶放松一下。等这段忙完，再弄点火锅，这才叫生活。步骤没错啊，可做出来的光伏板只能勉强点灯浇地。真要建新城开大型器械，这点供电完全不够，现在的原材料根本撑不住。宿主，你的制作、拼装、调试的步骤全都没问题。之所以功率上不去，不是技术不够，是你现在用的矿石品级太低，撑不出整座新城的供电负荷。难怪我反复调试无数次，效果始终上不去。想要搭建新城完整电力系统，做出大型基建器械，普通矿石完全不够用，而能达标的高级矿产只有星硝石和核能源，缺一不可。星硝石库存已经尽底，撑不了多久。至于核能源，我连产地在哪儿都不知道，根本没渠道获取。整片荒漠的高阶矿脉全都集中在北坡狼族领地，石府早就把矿区彻底封锁，不准任何外族靠近开采。等于我们发展的命脉全程被狼族捏在手里，没有这两样核心矿，新城建设根本推进不下去。仅凭现有材料，只能维持部落基础生存，永远做不出适配新城的高端设备。想要突破发展瓶颈，必须拿下被狼族垄断的矿场资源。现在硬抢矿脉风险太大，不适合硬碰硬，我得慢慢布局，稳步发育。宿主，后续我会实时同步荒漠部族行动、矿场异动，帮你掌握全盘情报，方便你伺机突破。沈云，被狼族频繁调动，看样子很快就要大举来犯，情况危急。敌军马上压境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急？先别急，刚好歇口气，尝尝我新做的，别一直绷得太紧。味道怎么样？越是大敌当前，越不能乱心态。放松不是懈怠，只是稳住状态。既有瘦奶的醇厚，又带着淡淡的茶香，味道很特别。这个叫奶茶，偶尔放松一下，别天天把自己逼得太紧。光有奶和茶还差一点，珍珠才是奶茶真正的灵魂，口感更丰富。你再试试。狼族突然频频异动，绝对是憋着坏打算。我们新城建设才刚起步，防御工事还没完善，现在是最薄弱的时候。我建议立刻暂停建成工程，所有人全部集中加固防线，优先御敌。大将说的没错，现在保命守家第一，建成可以往后放。一旦狼族打进来，我们辛辛苦苦攒下的一切全都要被毁。先别慌，坐下来喝口茶，冷静冷静。越是遇到大事，越不能乱了心神，心乱了，决策就会出错。打仗、守家、建成，归根到底靠的都是人心。我们好不容易让族人吃上饱饭，过上安稳日子，大家的心才刚刚稳下来。我们越是稳步建设，不停退缩，族人心里就越踏实。如果一听到风声就全面停工，畏缩避险，所有人都会心慌乱想，人心一散，不用敌人来打，我们自己就先垮了，这才是最大的危险。是我太过急躁，思虑不周，只看见眼前危险，忽略了民心才是真正的根基。有你稳住大局，这次危机我们完全扛得住。石府休养多日，实力彻底恢复，甚至比之前更加凶悍。他很清楚，单凭自己原本的狼族兵力根本打不动我们。他既然不敢正面硬拼，必然是暗中扩充势力。现在狼族具体是什么情况？这段时间，石府带着狼族精锐横扫整片荒漠弱小平部族，全程靠武力碾压，强行掳掠各部族人，以刑罚胁迫百姓充军。短短数日，强行拼凑出将近1万兵力，加上自身大概2万，周边所有弱小部落几乎被他搜刮一空，但凡不肯归顺的全被剿灭。沈云，狼族可是整片荒漠最庞大的势力，石府野心特别大，早就盯着咱们的运州了。他摸清楚了我们的情况，知道新城才刚开始建，防御工事还没修好，打起仗来全然不要命。我们常规防线和守备兵力根本扛不住这种人海冲锋。不止如此，石府霸占着星壳石、核能源2大核心矿脉，日夜赶工锻造兵器护甲。现在狼族全军装备精良度远超以往，我们不管是兵力还是军备，全都处于下风。现在兵力军备全被碾压，我们攻势未稳，新城未建，根本没有抗衡的资格。这下该怎么办？慌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看着对方兵力暴涨，看似势不可挡，
实则外强中干，2万大军全是强行拼凑的部族流民，人心不齐，各怀心意，没有半点凝聚力，只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弱点远比优势多。你们一直觉得防守靠硬拼厮杀，其实真正的防守是不战而屈人之兵，让所有心怀歹念的敌人站在我们防线外，半步不敢越界，连挑衅的胆子都没有。石府自以为抓住了我们的短板，想趁虚而入，但他不知道，这场大举来犯，恰恰是我们彻底解决矿脉资源、扫清荒漠障碍、推进新城建设的最好机会。帮主，大将，紧急军情！狼族先锋部队已经突破我们最外围的沙障防线，距离绿洲主防区只剩50里路程。帮主，大将，我们在外围抓到2名潜伏探子，专门深夜窥探我方布防，必然是石府派来摸底军情的。老实交代，石府派你们潜入的目的是什么？大军具体兵力、行军路线、进攻时间，全部如实说来。别白费力气审问了，我们首领亲率2万大军即刻抵达，你们青石绿洲守不住，迟早被踏平，趁早认命。嘴硬解决不了问题，你们潜入刺探军情，被当场抓获，是死是活，全看你们是否配合。顽固抵抗只会加重罪责。你们背靠荒漠生存，最具阳光，具困富。既然不肯主动招供，那就没必要浪费时间。停！我们找所有情报，我告诉你。师傅集结整整2万联军，收编所有被俘小部族兵力，军械粮草全部备齐，全军整装待发。近日即刻全线进军，踏平青石绿洲。2万兵力碾压式来袭，敌我差距太过悬殊，正面硬拼损耗极大。我率主力死守防线，拖延敌军攻势，同时安排老弱孩童从后山密洞转移，最大限度保全族人性命。不需要，这片绿洲是我们的家，是我们一步步开荒建设出来的根基，没有任何退让躲避的道理。帮主，这不是小规模冲突，2万精兵全副武装，我们攻势未稳，兵力不足，硬拼必败，根本没有胜算。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敌我差距，正因兵力悬殊，我们才不能和对方打无脑消耗战，逃避是弱者的选择。石府主动带兵来犯，看似占尽先机，实则自投罗网。所有人即刻全员集结，我们见招拆招，就地破局。帮主，刚刚审讯完狼族探子，所有情报已经确认，石府带了2万联军，最晚明天就会大举进攻我们的青石绿洲。2万大军啊，我们人手根本不够，根本挡不住。这次怕是真的要交代在这儿了。以前对付小股敌人都费劲，现在对方兵力是我们的10倍，这仗根本没法打，赶紧收拾东西跑路吧。我们不怕上阵拼命，可这根本不是打仗，是白白送死。我自己不怕死，但我手下一大家子族人都要靠我护着，我不敢拿所有人的性命去赌。狼族实力太强，我们根本抗衡不了。沈云，现在赶紧跑，还来得及。所有人先冷静下来。我知道大家现在都怕，面对2万狼族大军，换谁都会慌，想逃跑保命是人之常情，我理解。但是我今天把话说明白，我们现在没路可退，也绝对不能退。整片荒漠全是黄沙荒地，放眼望去，只有我这片绿洲能活下去。你们以为跑出去就能保命？我告诉你们，只要踏出绿洲边界，外面没水、没粮食、没有遮风沙的地方，留在部落，我们还有拼的机会，还有活路。但凡敢跑出去，不用狼族动手，最多3天，所有人都会饿死、渴死、困死在戈壁塔里。慌没用，既然跑不掉，我们就正面迎战。石府仗着人多，以为能吞掉我们的家园，可他那2万人都是被逼着参军的，人心不齐，根本团结不起来。石府想当荒漠的霸主，那我就亲手让他看清，谁才是真正掌控这片荒漠的人。这一次，等着狼族大军主动送上门，让他们有来无回，全军覆灭。军心是稳住了，但风险还在。斥候回报，狼族先头部队已经靠近我们外围，
咱们现在的城墙又矮又破，短时间根本修不好，怎么做到2万人冲锋？帮主，普通修补根本来不及，木栅栏土墙太脆了，大军一冲就碎，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防御优势。旧墙没用，修补白费功夫，直接放弃。我们连夜新建一套防不住的双重防线，先后护水河，再造硬质沙墙。就1晚时间，材料人手都有限，怎么可能建起大防线？我们最不缺的就是黄沙，别人把沙子当废土，我就用沙子造城墙。我们用钢筋打底，混合高温树胶固沙，干抠比土石还硬。外围再挖一整圈宽阔护城河，一水一墙2道防御，死死卡住敌军进攻路链。废人，你带所有部落族人去外围荒漠挖沙，越多越好，全部运回广场集中堆放。收到，所有人跟我走。后土，你带巨猿族沿着整片绿洲边界连夜开挖环形后城河，挖得笔直规整，不留缺口。放心，我们最擅长挖土赶工，保证连夜完工。护城河已经连通一圈，目前3尺深，够用吗？再挖深一点，沟越深越能挡住冲锋，越宽越能拖慢敌军节奏，专门克制他们的人海战术。挖完立刻引水入沟，做成活水防线。等沙料备好，你们再扎钢筋筑沙墙。明白，我马上带人加深加宽。凤一，你带凤凰族全员开炉，加大火力，通宵熬制高粘度树胶，不能停火。收到，立刻开工。树胶已经全部熬好，浓度、粘性都达标，可以随时用料。凤一，你们把高温树胶和细沙充分拌匀，做成胶沙材料。这种材料干高，硬度极高，是我们造沙墙的核心原料。挖沙、挖沟、熬胶、拌料，一刻不停，我要扛不住了。连夜高强度干活，根本吃不消。怕是墙没建好，我们先累倒了。我知道大家都很累，今晚所有通宵干活的人，粮食翻倍，额外加肉，加干净饮水。等工程结束，全员带薪休息3天，绝不亏待任何人。全力开工，守住绿洲。后土，只用沙子和树胶，一夜之间就修出了高墙和护城河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凤一，带领凤凰族全员升空，对着整条护城河持续喷火加热。收到，全员准备，释放烈焰！大家辛苦了，所有防御工事全部完工，现在原地休整。首领，前路全程畅通无阻，青石部落外围空空荡荡，没有伏兵，也没有暗藏陷阱。沈云一个小雌性，手下人手稀少，工事简陋不堪，也敢螳臂当车，抗衡我2万精锐大军。如今外围没有埋伏，他们就是坐等覆灭。全军全速冲锋，一举踏平青石部落，活捉沈云，彻底霸占他们的粮草、水源，拿下整片绿洲基业，称霸荒漠。谨遵首领号令，踏平绿洲，升起沈云！如果有人敢后退敢跑，一律格杀勿论，绝不姑息。敌人主力已经抵达跟前，马上就要冲到防线，我们可以动手了。全员准备，点燃火石！
区区烟火障眼法而已，也敢拿来糊弄我狼族？沈云，你就这点本事，想凭一道小火墙挡住我2万铁器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就是唬人的小火，根本不用怕。所有人别停，直接冲过去，踏平他们的绿洲！首领，不对劲！我还以为沈云熬夜折腾出了什么厉害杀招，搞了一晚上，结果就挖了这么一条破水沟，就凭这么一条小河沟，也想拦住我2万狼族大军，简直不自量力！我们都是在荒漠里长大的，这可是家常便饭。区区一条水沟，根本挡不住我们的冲锋。就是一条普通水沟，根本不值一提。我带先锋部队直接涉水冲过去，一举攻破他们的外围防线。不用分军，全军直接渡河冲过去，一鼓作气，踏平青石部落。烫，太烫了，根本没法炸人！我的腿废了，快，赶紧出去！怎么会这样？这河里的水居然是滚烫的开水！他们太自大了，仗着人多就横冲直撞，根本不探查路况，直接掉进我们的陷阱里了。我早就说过，这就是专门给他们布下的死局。敢主动来侵犯我们的青石绿洲，就必须付出代价。这只是第一道防线而已，真正的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沈云，你居然耍阴招阴我！首领，不对劲，一晚上就有高墙防线，这根本不是普通部落能做到的。再冲下去，我们全军都要栽在这里。闭嘴！不过是雕虫小技。我手握2万联军，如果被一道水河吓退，今后我狼族如何称霸荒漠？今日必须给我踏平青石！沈云，你只会躲在墙后玩阴的，有本事下来与我正面一战！躲在高处算什么本事？师傅，打仗是靠脑子的，不靠蛮力。我辛苦筑墙布防，为的就是守家园。你带着2万大军闯进我的地盘，上门送死，我凭什么要跟你打？我看你就是缩头乌龟！你凭蛮力欺压荒漠各部，靠胁迫收拢杂牌大军，真以为人多就无敌了？就你还不配与我单挑！你少狂妄！你不过仗着这么多人苟活，我倒要看看你这破防线能守多久！全军冲整，再次冲锋！所有被胁迫参战的部落族人，不想白白宿命的，现在放下武器，立刻离开！我青石部落一概不救！全部就位！师傅，你不是扬言要踏平我的部落，你不是自认荒漠无敌，现在我给你机会，睁大你的眼睛，好好看清楚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那是什么怪物？根本不是人力能挡的！要死人了！快跑！师傅，你之前气势汹汹，口口声声说要踏平我的青石部落，屠尽我族人，我现在就站在你面前不动，你敢上来吗？开火！挡不住，完全挡不住！这根本不是一个能力的战力！首领，我们撤！我输了，我竟然输给了一个雌性。首领，我们撤！帮主，2万狼族联军，今天这场仗赢得太漂亮了。这场仗赢的不是人多，是思路。石府只会打人海冲锋，我们靠布局和科技碾压。
两者从根上就没有可比性。整套环环相扣的防御战术，完全是荒漠所有部族都没有见过的手段。你是怎么在短短1夜之内完整构思出来的？动脑子，没有凭空想出的奇谋。我只是摸清了石府自大轻敌的性格弱点，顺着他的进攻节奏，一步步设下圈套罢了。如今石府主力大军全军溃败，短时间内再也没有势力敢来侵犯我们。接下来我们总算能放下警戒了。短暂休整我们要，发展我们不能停。现在狼族战败，2处矿脉归我们，这2种矿石是制造光伏板的核心原料。我干的这些，真正目标是搭建一座完全依靠自主能源运转的科技新城。靠！又废掉一块成品，不出几天，所有矿料耗尽，到最后一块合格能用的太阳能光伏板都造不出来。沈云，这批基板全部存在严重缺陷，我们怎么办？沈云，我们要么力道太大，直接压裂基板，要么力度不足，板材贴合松散，始终拿捏不住精细分寸。矿石只能做粗略分拣，藏在矿料里的细小杂质根本清理不干净。我们族群只适合干纯体力活，光伏加工这种精细活根本不是我们能胜任的。沈云，不如我们暂时关闭光伏生产线，派人到荒漠各个部族寻找一批手脚灵巧、能操作精细加工的匠人过来支援。停工绝对不可以，我们耗费大量资源才搭建完整的设备，生产线一旦停摆，前期投入的所有的努力都会白费。可整片荒漠大大小小部族，日常只依靠冶炼生存，根本没有精细加工的族群，短时间内找不到合适的支援。帮主，我刚清点完工坊所有库存，高品质纯矿只剩下最后一批存货。靠着城墙和护城河，只能暂时守住咱们的地盘，根本不算长久安稳。我搞光伏能源，造机器，研发运输设备，就是想让部落真正站稳脚跟。这块光伏板只是第一个难题，后面还要做更多精密活。我们不能一遇到困难就放弃摆烂。这些我都懂，但是荒漠周边的所有部落我们都打过交道，主要是没有这种人啊。宿主，我查到关键情报了。荒漠里的水蜥族天生就会控水塑形，个个手都特别巧，最擅长这种精细打磨活，能补上咱们现在的短板。若是水蜥族愿意出手帮忙，我们精工短板、光伏板量产的难题就能彻底解决。完全没错，而且我检测到他们领地的水源快要彻底干枯了，整个部族严重缺水，现在生存特别艰难，已经撑不了多久了。宿主，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他们有我们急需的手艺，但是缺生存水源，我们有充足的资源，但是缺精细匠人，双方刚好互补，完全可以等价交换，达成合作。小九，你这次真是帮了我大忙，能帮到宿主是小九的荣幸。我想到办法了，我们去找水蜥族合作，他们擅长控水塑形，精通精细手艺，刚好能解决我们做不出光伏板的难题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沈云，水蜥族最难打交道。之前我们去他们领地借水，处处为难我们。现在我们主动上门求他们干活，那不就是自讨苦吃吗？沈云，这件事你真的要三思。水蜥族本来就排外，之前借水的尴尬场面我们已经经历了呀。现在我们部落刚打完大仗，好不容易安稳下来，根本没必要主动去碰这个钉子。万一闹起矛盾，刚刚平息的战火再次点燃，太不划算了。我知道你们怕什么，但现在停工没用，整个荒漠只有水蜥族会这种精细手艺，能帮我们造出合格的光伏板。他们现在领地缺水，快要活不下去了，正是谈判的最好时机。我们有水，他们有手艺，是互相帮忙，不是我们求他们。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，那我们就陪你一起去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都跟着你。大家简单收拾一批水源、基础物资，
休整一晚，明天一早，我们亲自前往水西族领地，先跟他们谈，谈不通拿东西。宿主，你看现状和我探查的完全一样，他们领地水彻底枯竭，族人长期缺水缺食，完全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。沈云，你带人闯入我们领地想做什么？荒漠各族互不侵扰，立刻带着你的人离开。我来跟你谈合作，我看得很清楚，你们部族水源耗尽，族人生存艰难，再这样耗下去，整个部族撑不了多久。我们青石部落有稳定水源、充足粮草，保你们全族安稳活下去。有意思，当初你们青石部落缺水，低声下气来我们领地求水，如今你们缓过来了，就开始盯着我们，借机拿捏我们。那你想多了，我是想和你双赢。哼，我清楚你们水西族天生擅长控水塑形，手上精细度远超荒漠所有部族，能做其他人做不了的精密细活。我们星辰光伏屋坊正好卡在精工环节，一直做不出合格板刺。只要你们愿意出手帮忙，帮我们打磨零件，你们全族的生活轻食全包了。简直可笑！我们水西族的控水塑形天赋是用来调理水土、滋养生灵的群群本事，不是给你们做苦力杂活。我们靠天赋立身，绝不做苦力。让我们干这种粗活，纯属浪费天赋，辱灭我族尊严。你们现在都快断水断粮，活不下去了，族人一个个熬得奄奄一息，还纠结这些没用的面子，所谓的尊严，活着不比什么都重要。就算我们部族日子再难熬，也绝不会糟蹋祖传天赋，自降身份做苦力。你们的合作，我们绝不接受，立刻离开我们领地，再不离开，休怪我们不客气。这群人死要面子活受罪。沈云，这下彻底卡死了。他们不肯出手帮忙，我们的工序就永远推进不了。新能源光伏工坊只能停工。面子再值钱，也救不了全族的命。他们现在端着架子，不过是还有最后一点底气耗着。好好讲道理，谈双赢行不通。既然你们非要端着架子，死守面子，那我就换一种方式跟你们谈。他们刚才态度硬得要死，嘴犟得很，现在把这些物资摆出来，你看他们一个个盯着食物。他是首领，要面子，但底下的族人早就熬到极限了。面子能撑住人的傲气，却撑不住人的肚子和求生的人心。等着看吧。我不跟你扯那些虚的天赋、族群脸面，我就跟你说最实在的话。你们领地水源彻底干涸，粮食也早就耗光了，再硬熬几天，老弱孩童根本扛不住，必然要出人命。只要你们愿意放下执念，出手帮我们打磨光伏板材，校准精密零件，我们青石部落保你们全族安稳度日，每天有水喝，有饭吃，再也不用熬干旱、挨饥饿。只要愿意合作，你们全族一日3餐管饱，干净清水不限量供应。荒漠夏日苦热，我们还会定期送绿豆汤解暑。谁干活细致，成品质量高，我单独额外奖励粮食物资，绝不亏待任何人。首领，不能再硬撑了，我们已经好多天没喝过一口干净水，没吃过一顿饱饭了，再这么固执下去，族里的老人小孩都要饿死，真的要出大事啊！是啊，首领，靠干活换活路根本不丢人，总比活活渴死、饿死在这里强。你现在死撑到底，无非就是放不下之前的架子和尊严。当初我们部落缺水，你们愿意好心借水，是你们的善良。如今我们有能力帮扶你们度过绝境，是互相帮衬，谁也不欠谁。但你没有资格拿人命陪你一个人逞强撑面子。你们天赋再厉害，本事再高，族人要是没了，一切都是空谈。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。荒漠很少下雨，你们的水源也不可能自己恢复。今天你要是执意不点头，再过几天族人垮了，就算你想合作，
也无济于事。算了，我再硬撑，就是拿着全族的性命赌我自己的面子。尊严再值钱，也换不来水和粮食，救不了族人的命。我答应合作，跟你们回青石部落。我们愿意出手帮你们做精细工艺，打磨光伏板。但我希望你说话算话，一定要保我们全族生活。放心，我从来不说空话。从今天开始，只要你们好好干活，把控细节，待遇只会越来越好。我绝对不亏待任何人。现在跟我们回新城工坊，我亲自教你们制作光伏板。我直接跟大家说清楚，做光伏板有3个禁忌，只要踩中一个，整块板子直接报废。第一，矿石杂质没清理干净，绝对不能用。第二，压板不能乱发力，一旦变形，厚薄不匀，直接作废。第三，封板不能留一丝缝隙，有一点漏洞就存不住电，完全没用。你们水系族天生会控水，手感细腻，力道稳，干活的时候先用细水流冲刷过滤，把矿渣杂质全部清干净，再用柔力慢慢压平基板，保证每块板子厚薄均匀，平整光滑。最后仔细封死所有缝隙，做出来的板子才能正常储电使用。我的天，果然还得靠你们。我们这帮只会出蛮力的，压根儿干不来这种精细活。困扰我们这么久的难题，终于彻底解决了。新城建设总算能正常推进了。从今天开始，部落正式划分2大部门，巨源族人负责矿石搬运、熔炉熔炼、重型物料运输，归为重工部。所有精细工序全部由水系族负责，成立专属精工庆工部。我们必定用心做好每一处精工细节，全力以赴，绝不辜负老大信任。以前部落内外都有活干，再累也踏实。现在细活归水系族，重活归巨源族，零碎活机器全包，我们彻底没事做了。我们没手艺没力气，天天闲着，迟早被部落淘汰。不行，得找堡主。帮主，我们现在无事可做，一点力都帮不上部落，心里又慌。我们不想一直当闲人吃白饭，求你给我们安排点活。我们也想踏踏实为部落出力。你们不是多余的，以后蛮力粗活都会被机器代替。部落现在不缺苦力，缺的是能把关盯质量的人。从今天起，部落新增专属岗位，正式成立工艺督察队。你们这批人全部编入督察队上岗任职。督察队这是做什么的？是要让我们搭建新器械吗？水系族天赋高，手艺好，专门负责精细活，是咱们部落的核心工艺输出。而你们督察队的工作就是全程盯着他们干活，每一道工序有没有偷懒，全部由你们监督把控。水系族手艺精湛，成品看着都完好无损。一旦他们偷懒简化工序，敷衍了事，表面看不出问题，后续供电储能都会埋下巨大隐患。你们的职责就是杜绝这种情况，只要查到不达标的情况，直接判定这批板材全部作废，扣除对应族人补给，问题不整改到位，坚决不准上岗做工。帮主放心，我们一定盯紧每一道工序细节，绝对不让任何人敷衍糊弄、偷工减料，坚决守住部落的产品品质。现在生产、做工的问题都解决了，但矿场垦区太远，全靠人力搬运太慢，以后产量变大，人力运输肯定拖后腿，必须尽快搭建专属运输通道。兄弟们，这是帮主交给我们的重任，全部就位，严查每一道工艺，半点毛病都不许放过。是。停！这件不合格，你速度太快，跳过了固定工序。表面看着没问题，里面咬合纹路深浅不一，你就是偷懒。成品完好能用，就差2步小工序而已，你纯属故意找茬。工序没有大小之分，帮主定的规矩，只看流程合规，不看表面好看。跳步就是违规，要么立刻重做，要么扣你这批物资，自己选。你是不是皮痒？信不信我毒死你？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你所有吃身水源全靠部落供给，你闹事直接断你物资，停你岗位。督察队彻底镇住场子了，现在水系族干活再也不敢敷衍偷懒。
基础铺垫我们全都做完了，接下来该推进核心布局了。你这一直没停过建设，居然还有更大的规划。我们现在有3大区：城生活梯、拓垦区、深山矿场，3地相隔百里，散得很开。矿石、建材还有很多靠人徒步搬运，路程太远，来回折腾又耗人又耗时，大半人力全都浪费在路上。现在产量小，人力还能勉强撑住，等后面大规模，靠人力绝对跟不上。运输一旦卡死，我们现在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，发展直接停滞。我下一步计划是要打通所有区域，修建贯穿整片荒漠的高铁轨道，把新城、垦区、矿场3块核心地盘全部连起来。这铁家伙看着也太气派了，跟我们做的普通工具完全不一样。这到底是什么？以前我们开荒、平地、运渣土，全靠人力硬干。荒漠沙石多，地面硬，人干活又累又慢，还容易受伤，效率太低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大规模修整土地，铺设高铁地基。想要壮大部落，得有技术加持。这是我组装的初代拓荒机器人，名叫绿墨号。机器人？这东西能替我们开荒干活？它头顶的光伏板能晒太阳发电，不用烧燃料，有阳光就能储电工作，自带储能模块，全天正常运转。底部的履带适聘荒漠地形，不怕碎石沙地，不打滑，不陷坑，去哪儿都稳。前面的结构能推土、清杂草、平整地面，所有开荒重活它都能全包。我的天，这东西也太离谱了！我们10几个人干一整天的活，他一小会儿就搞定了，做的还比我们工整。我造绿墨号不只是为了省人力，现在3地相隔太远，人力运输卡死我们的发展。我准备正式开工，修建荒漠高铁轨道。绿墨号负责平地、轻木机、转运建材，包揽前期所有基建重活。光伏系统全程供电，保障机器和后续轨道设备运转。等轨道修好，3地物资快速互通转运，部落的发展才能彻底盘活。沈云，这荒漠地形太棘手了，地表全是软流沙，一踩就塌。往下挖3尺，又是坚硬凹凸的盐碱岩，地底全是裂缝、空洞和断层，根本没法铺轨道。这片荒漠地底隐患重重，再硬闯施工，只会白白耗费人力物资。不如我们先缩减规模，只修新城到垦区的近段通路，先解决进出运输的难题。等我们摸通了这片地的底密，摸索出稳妥法子，再向外扩展，也能少走弯路，不白费力气。原来问题出在这里，只修一小段根本没用，治标不治本。3地运输问题解决不了，发展依旧卡死，我们永远只能困在这片小区域，没法扩张。要修就必须贯通全域主干轨道。可地底情况太复杂，流沙乱窜，岩层不平，路基根本压不住，很容易塌。我这几天反复取样观察，看着是地形烂，其实是土质和岩层结构有问题。只要我们针对性改良材料，调整施工方式，就能彻底解决塌陷问题。已解锁全勘基域基建细化，触发专层地质起库，提供复合性路基改良方案，可完美解决路基塌陷难题。同时提醒，全域高铁施工耗电量极大，现有光伏供电完全撑不住全天候作业，必须双线优化，同步升级供电系统。还好系统算出了底层规律和耗电短板，不然真容易漏掉关键问题。接下来2件事同步推进：第一，我改良包路材料和施工工艺，解决地基塌陷问题；第二，全员扩建升级光伏板，提前储备充足电力，双线一起抓，再难的地形我们也能啃下来。你考虑的面面俱到，由你定方案，我们只管全力配合。后土，你带领勘测队走遍整片荒漠，采集各处土层、岩层样本，精准记录每一处地形数据。凤一，你统筹水系组，提前备好修路所需的树脂、红凝土、新硝石，足额备齐所有施工用料。检测到材料配比存在偏差，当前星诺石占比不足，锁砂效果薄弱，流沙层容易松动坍塌，建议上调8%配比。红粘土粘稠度合格，但疏枝凝固速度偏快，浅层稳固无碍，深层承压易分层开裂，需调整分层浇筑间隔时长，
冰消石是用来锁沙的，能固定地底散沙，杜绝流沙滑动塌陷。红粘土隔绝地下盐碱水，避免盐水上反腐蚀路基。隔水树脂凝固后，能将整段路基连成一体，填满岩层所有缝隙，牢牢加固断层。明白，我们一定按这个标准来。首段试验路基浇筑完成，表层承压达标，防沙防受效果优良。建议留存试验数据与材料样本，为后续深层施工优化做铺垫，规避大规模施工隐患。这地基太稳了，这下总算不怕沙地塌陷了。沈云，你太厉害了！表层路基已然稳固，但地底深层隐患仍在，流沙、断层尚未完全处理干净，后续全线施工，万万不能松懈。忙活这么久，路基还是出问题了。之前的改良全都白费功夫了。沈云，这路基实在太不稳定了，怎么修都出问题，我们该怎么办？系统检测路基失效。第一，单层复合路基无缓冲结构，无法抵消荒漠昼夜温突带来的热胀冷缩形变。第二，浅层锁沙无法压制深层流沙蠕动，底层支撑持续流失。第三，整体结构单一，无自适应抗压设计，极限环境下必然沉降变形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之前只做了单层加固，看着结实，扛不住荒漠昼夜温差和地底流沙蠕动，修一段坏一段，是整体结构太单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用5层阶梯结构。我们不用停工干等换季，坐等天气好转只是治标不治本。我打算重新改版施工方式，搭建5层阶梯式路基，一层负责一个功能，层层叠加兜底。5层路基是什么？我直接画出来，大家一眼就懂。最下面这一层专门锁沙，把地下乱跑的流沙全部固定死，地基底部稳了，就不会被沙子偷空。这第2层是隔水层，专门挡住地下的盐碱水，不让水往上渗，泡烂路基，从根源防止路面被腐蚀坏掉。中间这一层是缓冲层，荒漠早晚温差超大，路面热胀冷缩容易裂，有这一层顶着，不管天冷天热，路面都不会变形开裂。第4层是加厚承重层，硬度拉满，专门扛高铁和货物的重量，怎么压都结实。最后这一层精细手平，把路面压平。原来是这么个道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立刻整改。后土，你带你的族人清理所有变形路基，重新深挖整平基底。我们马上清理所有破损路基，把基底挖平夯实，保证底子打得牢牢的。废人，让水系族按照新标准调配防疝、锁沙混合材料。收到，我立刻安排族人按全新标准配料，每种材料精准调配，绝不出错。检测到全员开启标准化分层施工，每层工序合格，固化流程正确。新版金字塔路基完美适配荒漠所有极端地形，整改进度非常顺利。还好你及时提醒我结构问题，不然我还在单层修路的死胡同里打转。5层结构层层斗底，这次绝对能彻底根治路基沉降变形的老毛病。宿主不用客气，单层路基出现隐患是必然情况。现在这套5层金字塔施工方案完全对症，只要严格施工，
这次绝对不会再出现沉降变形的问题。现在路基彻底修稳了，完全经得起用了。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组装高铁，靠山上的光伏板发电跑车子，不用烧任何燃料，干净又省心，以后常年在荒漠跑都没问题。这种机械我都没见过，也只有你能打造出来。我们巨猿族力气足，搬装、固定、搭建全都没问题，保证稳稳当当装好。路修的好不好，不能只靠眼看。荒漠最大的问题就是昼夜温差大，地底流沙乱窜，重压容易变形。今天我们一次性把所有极端环境全部测试一遍，没问题再正式通车。太离谱了！这么重的车子反复压，路面一点不下沉，不开裂，不变形。换以前的单层路基，早就烂得不成样子了。实时监测中，宿主，5层缓冲成功抵消路面问题，所有极限测试全部通过，结构性能稳定达标，完全满足长期通车、重载通行的所有条件。我算是彻底看懂了，这结构层层设防，把荒漠修路的所有死穴全部解决了。有这么稳的路基，以后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半路出问题了。宿主，绝境路基门题彻底攻克，全域通车条件圆满达成，可以正式启动高铁全线通车。哇！全部检测完毕，5层镀基结构永久稳固，全域供电系统稳定运行，轨道通行零隐患、零风险。宿主成功完成荒漠治沙、基建铺路、能源搭建、文明拓王全部主线任务，青石部落彻底脱离绝境，开启稳定繁荣的全新纪元。完美。回想以前，我们在荒漠里苦苦挣扎，日子过得苦不堪言。多亏沈云带着我们修路通电、开荒改造，硬生生把这片没人能活下去的荒地，改成了我们安稳过日子的新家。从来没有走不通的路，只有没找对的方法。以前荒漠无解，只是方式不对。现在5层路基稳住了大地，光伏电力稳住了生活，高铁轨道稳住了发展。小九，一路辛苦你了，陪我突破所有基建难题，才有了今天的绿洲新城。恭喜宿主圆满收官，系统全程见证了你的坚守与突破，基建成型，民生安稳，文明升级，这片荒漠绿洲将生生不息，持续繁荣。宿主的开荒大业圆满落幕。